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，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经典的甜点布朗尼 Brownie。 这个配方可是我改良数次的宝藏配方哦。然后今天把人间版跟低碳配方版一次全部分享给大家。成功的 Brownie 它的外表会是一层很酥脆干燥有裂纹的脆壳，然后内部绝对不会是干干的，一定是湿润滑顺，入口即化。 Brownie 的做法其实超级简单，好吃的关键绝对赢在配方比例。老实说不是我在臭屁，今天这个配方就好吃就好吃就好吃，我要讲3摆。哈，听不懂我的台语哦。好啦，下面字幕有翻译。不啰嗦，赶快来准备所有材料的部分。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萤幕截图，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，有需要的朋友请多加利用。首先来处理核桃的部分，传统的 brownie 都会加上些许的核桃，不过我觉得不能加多，会太抢戏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比例分量要拿捏得刚刚好。可以买低温烘焙过的，或是生核桃自己炒一下，或是烤箱烤一下。可以设定摄氏150度上下，烤个8分钟，用手剥碎或是用刀切碎，然后搓下来的皮呢可以丢掉，因为带点苦涩味。如果外层还有残余的皮呢，不用管它。处理好的核桃碎我们就放一旁备用。鸡蛋的部分呢，用哪一种品种的鸡蛋都可以，我这个是绿壳蛋，不是鸭蛋哦。另外白砂糖的部分还蛮重要的，想要造成外面的脆壳，糖量就不能再减低了，除非你不介意，那就可以再减糖，或者是用零卡糖。实验的结果要造成脆壳，甚至外表有裂纹，糖量要用到我给的分量。真的不能吃糖的朋友可以选择我另外一个零卡糖低碳的配方，做出来也是好吃的。一般人间版的是用到低筋面粉，不吃面粉的就改用杏仁粉。这个是做马卡龙的烘焙用专用杏仁粉，用它取代低筋面粉也很香哦。但是整体的口感呢，跟人间版的 brownie 口感真的不太一样。然后因为它已经是坚果制成的，所以我有稍微的把材料配方的油量减低一点，然后也不用加入核桃了，因为它就是坚果。接下来是巧克力的部分，材料的好坏影响很大哦。黑巧首推法芙娜的黑巧克力，法芙娜的巧克力品质真的很赞。今天刚好用完了，改用瑞士莲的黑巧，效果也很好。然后建议至少要用 70% 以上的黑巧，趴数再低的话呢就要减糖哦。现在纯黑巧克力的选择真的挺多的，我还蛮喜欢成品略带苦味，甜中带苦，入口即化，真的很迷人，很好吃。我相信爱吃巧克力的朋友应该很难不喜欢这个食谱。记得真的不要选那种完全没有可可脂很甜的那种牛奶巧克力，不好吃。我们先把巧克力块剥碎或者是切碎，新手比较建议切碎一点，这样等隔水加热的时候比较好融化。目前影片是用剥的，还是比较建议直接用刀切碎一点。拍影片为了精简，很多太细的画面大家就意会一下，就像洗菜就不拍了。蛋液当中我们加入砂糖，这个材料我是 double， 因为想做更大一块，一般正常大小就照我前面给的材料分量，把它们稍微的搅拌均匀，变成一个糖蛋液。砂糖没有完全溶解没有关系，这个糖蛋液我们就放一旁备用。这个巧克力块有稍微再切细碎一点，我们就隔水加热。隔水加热过程持续不断搅拌，这个巧克力开始融化的过程大概是50度上下，然后巧克力本身的温度不要过高哦，否则会油脂分离，尽量避免油脂分离。就溶解到像影片这样的状态，完全没有块状的巧克力残留。趁巧克力还有温度，直接拌入碎奶油块，让奶油一并溶解软化。调理盆下方还是可以持续隔水加热。大概就是溶解到整体滑顺的状态就可以了。这时候就可以离开隔水加热的盆子，让它稍微降温，也不需要等很久，温温的就可以把糖蛋液倒入，就边倒边搅拌，让整体融合在一起。
这时候会感觉到有一点点勾勾的浓稠度，这是正常正确的哦。全部倒入的浓稠度可以看一下。接着我们筛入低筋面粉，低碳版本加入杏仁粉的就不用过筛了。过筛之后用切拌的方式，尽量避免同一个方向搅拌，同方向搅拌容易出筋，用切拌或是炒拌的手法都可以。拌匀之后呢，长得有点丑丑的，这是正常的哦。这个糊状还没有烤之前呢，就是这样子，有点恶心啦。这个是人间面粉版的，面糊还算光滑。如果是低碳版的，面糊会比较粗糙一点，颗粒感会比面粉版的还重。接着面糊中可以拌入之前处理好的核桃碎。对核桃过敏或是不喜欢核桃的，这个步骤就跳过，不用加哦。因为其实就算没有核桃也超级好吃，甚至是想改成其他的坚果也没有说不可以哦。然后这个面糊呢是低碳版的，不要搞混了，就是直接加入杏仁粉取代面粉。刚才前面有提到哦，低碳版本的面糊最后完成的质地是比较粗糙的状态，跟面粉版比较滑顺的质地有点不同。接着把拌好的面糊直接倒入铺上烘焙纸的模具当中。现在影片的这份呢是材料2倍的分量，想要让成品看起来比较高比较厚，所以我用双倍的材料分量。原本的材料分量烘烤20分钟就可以，我的这份要烘烤30分钟，放进摄氏180度预热好的烤箱。我的 double 分量要烘烤延长到30分钟。如果你的材料分量没有加倍，就烘烤20分钟就可以。如果烘烤太长时间，内部会不够湿润哦，有可能会过干。这份是低碳版的，没有加倍材料分量，烘烤20分钟就可以。然后烘烤过程会感觉出油，但没有关系，这只是过程。然后这个烤模呢是15公分乘15公分大小的，面粉版的膏体表面会明显膨胀、干燥、变脆，产生裂纹。时间到后立刻取出 brownie， 先观察它的表面哦，非常的成功。可以仔细看一下哦，成功的 brownie 外表就像饼干，有一层脆脆的壳哦。这个糖量如果减太低会出不来。这个配方就是低碳版的，很有意思吧？只是改掉面粉跟糖，整个成品长相完全不一样。不过不用担心，这个版本呢，一样是测试过的配方，是好吃的才敢跟大家分享哦。低碳版本就是明显脆度比较高一点，但是内部还是有微微的湿润感，真的好吃。无面粉，然后又是用零卡糖，然后又是优质的可可脂，相信正在减重的朋友应该很爱这个配方。看一下它的表面也是有很多的裂纹，内部的湿润程度很好，入口即化。然后看一下这个侧剖面，只有好吃可以形容啊。然后不要担心，这些都是好的油脂，也没叫你整块 brownie 一个人吃掉，只要懂得节制，什么都可以吃。再来看一下人间面粉版的，外层真的超级酥脆，然后来揭晓内部组织。你看看这个光泽跟湿润度，一看就是超级好吃。一烤完真的要稍微放凉哦，不能立马切，否则会爆浆，或是可以放冰箱冷藏定型之后再来切。这个蛋糕如果没有吃完，密封好放冷藏室1个礼拜不是问题哦。冰冰的吃，或是回温再吃，或是烤箱气炸锅回烤一下再吃，真的都好吃哦。不少食谱会加泡打粉，加了泡打粉会让口感变得比较蓬松，但我喜欢里面是绵密扎实的口感，感觉像吃生巧克力一样，所以我比较推不加泡打粉的版本哦。我觉得最好吃的 brownie 宝藏配方，等你交作业。
天的食谱分享咯，如果喜欢，别忘了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。最新的食谱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更多的生活分享、好物推荐，欢迎加入我的 IG 跟 FB， 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